在谈论到美国霸权时，其有力的支撑之一就是众多的盟友，这一点也在中美对抗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北约。众所周知，北约建立之初就是为对抗华约的一个军事联盟组织，而随着苏联解体以后，北约的存在似乎也变得尴尬起来。但是美国仍然需要北约来维持其全球霸权，演变到如今，北约俨然成为了美国向俄罗斯施压的工具。不过，这样的一个冷战遗留产物，现如今状况怎么样了呢？日前，美国同北约成员国内部间就发生了内讧，盟友一点面子也不给美国留。据悉，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在一次活动中表示，美国仍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并且说美国并没有衰落。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的军力仍然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存在，但是衰落已经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作为美国全球霸权支柱之一的美元地位不保，相关人士表示，目前美国拥有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外债。另外，在一些饱受美国制裁的国家中，去美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再者，美国全球霸权依靠的是遍布全球的军事力量，但是现如今，美国正在进行全球军力收缩，其中尤以中东战略收缩最为显著。尽管美国口头上不承认，但是毫无疑问，中国的强势崛起已经让美国的遏制显得十分费力。因此，为了更好地集中精力对付中国，美国不得不舍弃掉其他战略要地。这一点已经很好地证明美国的衰落。更加致命的是，美国的盟友西班牙指出了更加残酷的事实。西班牙媒体《国家报》认为，现在的美国已经不能再赢得战争。尽管美国军力依然强大，但是除了取得过海湾战争的胜利以外，在其他战争上，美军都没有取得任何压倒式无争议的胜利。拿在阿富汗征战20年来说，美军非但没有帮助阿富汗削减其国内的恐怖势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恐怖势力更加猖狂。另外，美军自身也是深陷这一战争泥潭，究其根本，在于美军在外战争不得人心，其永远都不应该试图卷入别国的冲突中去。更为重要的是，从北约内讧中也可以看出，盟友们对于美国的战力也不再相信。本来就是依靠美国军力保护的一个组织，现如今美军不再能够打赢战争，不知道接下来北约的命运将会走向何处。美国政治网站国家利益在近期刊登了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对中国空军的小部分分析报告，在文章中就列举了4个特殊年份，以对比中国空军的发展轨迹以及与同时代的美国空中力量差距。这4个特殊年份分别是1996年、2003年、2010年和2017年。按照兰德公司在报告的数据对比，在1996年的时候，美国想要介入台海局势并取得该地区的完整制空权，那么只需要 2.1 个空军联队。美军编制中，一个战机联队有3个战机中队，共计74架战机，也就是大概150架战机的数量。预计能够在21天的时间里摧毁解放军参战了 50% 左右战机，最终迫使中国做出让步。而到了2003年，7年之后，美军就必须要付出5倍的兵力，也就是 10.6 个战机联队，近800架最先进的战机，才能取得对中国的空中优势。而到了2010年，这一数量再次翻倍，美军必须投入20个战机联队，到2017年则到了30个战机联队，才能勉强在台海的上空拿下制空权。而更重要的是，这里面还没有考虑到中国防空网络的发展速度，以及隐藏了一些杀手锏。到如今，美军很可能投入全部的空中力量，都很难在台海和南海地区取得优势的制空权。文章提到，伴随着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美国可能不单单要考虑是否能在台海地区取得优势，更要考虑能否在东南亚、在关岛，甚至是在珍珠港的上空取得优势。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空军取得的发展是美军无法比拟的。在1996年，中国第一次引入苏联的24架第4代战机，到如今，解放军已经拥有700多架自研的4代机。更不用说外界猜测不断的第5代战机歼20，近期更有消息显示，中国的第2款隐身战机，也就是第1款舰载隐身战机，极有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问世。该分析报告的结尾也承认，20年前的轻松面对，到如今的谨慎对待，可以说中国空中力量的快速发展完全超出了美国的理解，因为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很多人将之很简单的污蔑为抄袭，这其实十分偏颇。而正是中国超出常理的快速发展，20年里中国空军的变革，这就是为什么美军会如此害怕中国的原因，害怕一觉醒来，中国就已经远远将美国甩在身后。在中国取得可喜发展成就的同时，一个残酷的事实也慢慢浮现出来。
来到中国周边挑衅的域外势力越来越多。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看来，中国的崛起是十分反常的。他们似乎习惯了世界以西方为中心，习惯了中国100年之前的落后。然而，放到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上来看，中国在近代的衰落才是极不正常的，崛起不过是中国回归大国的正常姿态。而基于西方的这种错误认知，他们开始了一味的错误打压措施。日前，中国海域周边又将迎来一大波挑衅势力，其中动作最大的当属美国。美国海军日前宣布，将会派遣卡尔文森号航母远赴亚洲进行军事部署。航母部署并不是什么稀奇事，但是这次不光是航母来了，美军还展现出了一个首次突破举动。据悉，一同前往的还有美国的 F-35C 战机中队，这被认为是美国航母首次携带5代机在中国周边地区部署，针对意味十足。一旦这一计划真的落实，未来部署在中国周边的美军5代机数量将会直逼100架。除了美国外，其在北约的盟国德国也紧跟着其挑衅步伐，派遣一艘护卫舰来到南海周边进行挑衅举动。单单从派遣而来的军舰来看，德国所能对中国造成的威慑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相比于挑衅威力，他们背后的居心更加值得中国警惕。另外，印太国家印度和日本也接连而来。印度国防部宣布，将会在近日出动一支由4艘军舰组成的特遣队进入南海，并将会参加美日澳举行的联合军演。显然，这样的一场演习，无论是地点还是参演国家，针对中国的意味都十分足。但是，新加坡总理此时的一番话，或许让这4国挑衅的心态顿时凉下来。即使美国拉拢这么多国家对中国进行打压，李显龙仍然表示中国不会消失，这不是苏联。另外，其还表示与中国为敌是错误的，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多么强大可怕的对手。虽然从表面上看，这番话是直接说给美国听的，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话是说给所有意图挑衅中国、与中国为敌的国家听的。即便是美国也无法击败中国，更何况德国、印度、日本，甚至是实力更弱的小国呢？如果他们执意为之，李显龙的这番话无疑是为其敲响丧钟。就连德国内部也表示，德国军舰此番挑衅的代价是整个德国海军的覆灭。谈起美国，第一个想到的会是美国的全球霸权。对于这样的一种霸权，美国似乎有着谜一样的热忱。在中国崛起势头越发强劲的时候，美国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打压。在他们看来，中国崛起是美国霸权最大的威胁，因此他们绝对不会允许中国继续壮大。一个残酷的现实是，现如今美国的打压手段对于遏制中国崛起越发没有效力。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就瞄准中国最脆弱的地方猛戳。据报道介绍称，日前拜登政府首次批准了对台售武，总金额多达7.5亿美元。这一事件背后，美国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意图通过对台军售来挑动两岸关系紧张。谁都清楚，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美国随意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本就无法容忍，更何况这还涉及到中国最核心的利益问题，是关乎中国能否实现真正崛起的关键。因此，中国绝对不会有半点的让步。而这7.5亿美元武器到底都有些什么呢？据报道介绍称，这一军售项目包括40门 M109A6 自行火炮、20辆野战炮兵弹药补给车，以及一套先进的野战炮兵战术系统等。从武器本身的性能来看，美国售出的这一武器着重强调提升防御能力，其居心可想而知。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这次美国的军售活动首次迎来的竟是西方媒体的批评。西班牙国家报表示，美国在1945年以后成为了世界超级大国，并在苏联解体以后更是成为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霸主。但是这样的一个军事强国，却除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以外，再也没有取到过毫无争议的胜利。就目前而言，美国还未意识到这其中的严重性。为什么军力强大的美国却无法赢得战争呢？同这次对台军售一样，西班牙媒体指出，美国永远都不应该试图卷入别国的内部冲突中去，其中美军卷入阿富汗就是一个例证。当初美国为截取利益，在对阿富汗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悍然出兵，结果深陷战场20年，只落得个仓促离场的结局。更加危险的是，美军突然的撤离将会制造新的阿富汗危机，从而给美国带来更大的困扰。如今，美国为了维护自身霸权，开始打起了介入中国局势的算盘。然而，美国对中国一无所知，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人民为捍卫自身主权利益可以做到何种地步，更不了解同中国冲突的严重后果。对此，西媒表示，过去几年的教训，美国根本就是忘光了。